大家好，我是阿狸。历史书上总喜欢毫不留情地骂他是祸国殃民的妖后，但如果我们残忍地拨开这层刻板偏见，在那个大清朝彻底陷入绝望深渊的凛冽时刻，她其实只是一位刚刚接手了濒临破产帝国的26岁单亲妈妈。伴随着承德避暑山庄阵阵刺骨的秋风，她的故事拉开了满是血泪的帷幕。公元1861年，咸丰皇帝在痛苦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留给他的是一个早就被彻底掏空见底的国库。此时的南方太平军的火炮正轰雷般击打着帝国的城池，而北京城内洋人的大火已经把奢华的圆明园烧成了一地惨白的灰烬。这天，他身上穿着一件素白刺眼的粗布校服，手里紧紧牵着刚满5岁的幼小儿子。而在他的对面，赫然站着8个手握帝国大权、眼神深邃莫测的辅政大臣。按照大清朝延续了几百年的老规矩，这对势单力薄的孤儿寡母本该是任凭这些权臣随意摆布的提线木偶，可全天下谁都没有料到，接下来冷酷接管这个摇摇欲坠的庞大帝国，并且在残酷的政治牌桌上把这些朝堂老狐狸挨个无情踢出局的，正是这个连最基本的世界地图都从来没有见过的年轻寡妇。时间倒回1852年的春天，神武门外密密麻麻停满了粗笨的骡车。按照大清极其死板的规矩，每隔3年8旗人家里适龄的女孩都要被无情地送到这里，供高高在上的皇家挑选。这一年，一个17岁的满族少女小心翼翼地踩着骡车的木质脚踏板，满怀敬畏地走进了那扇仿佛能吞噬一切的幽深宫门。她姓叶赫那拉，后来的人们都习惯管她叫慈禧。但在当时那个微不足道的瞬间，她只是选秀名册上一个根本无人问津的名字，被勉强选中之后，她得了一个极为普通的封号，叫做兰贵人。很多人天真的以为后宫的残酷争斗就像戏台上演的那样热闹，每天都在处心积虑的下毒陷害、互扇耳光，但真实的后宫底色其实是极其漫长且让人绝望的孤独等待。庞大的紫禁城里最不缺的就是像花儿一样年轻漂亮的女人，而手握生杀大权的皇帝却永远只有一个。在这个没有显赫家世背景，也没有倾国倾城绝世容颜的残酷斗兽场里，兰贵人被迫学会的第一步生存法则，就是死死地闭上自己的嘴，把所有的真实情绪深深地藏在心底。她常常形单影只地坐在狭小阴暗的屋子里，静静看着窗户纸上透进来的微弱光影，一点点被拉长，又一点点变暗。她心里比谁都清楚，在这个吃人的地方，软弱的眼泪根本换不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皇帝那高高在上的怜悯，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稀薄且不可靠。他迫切需要一个绝对牢靠，能让他站稳脚跟的抓手。漫长的4年后，也就是1856年的咸丰6年，命运的转机终于降临了。储秀宫里传出了一声极其微弱却又石破天惊的婴儿啼哭。这声清脆的啼哭，在当时那死气沉沉的朝局看来，简直比前线将士打胜仗的捷报还要响亮100倍。21岁的叶赫那拉氏为体弱多病的咸丰皇帝生下了一个珍贵的男孩，取名叫做载淳。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婴儿的诞生，这简直是一个逆天改命的政治奇迹。因为咸丰皇帝本就身体极其孱弱，后宫佳丽3000人，硬是生不出一个健康活泼的皇子。载淳是咸丰皇帝唯一的骨肉，自然也是这个庞大帝国毫无争议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母凭子贵。这是一条最古老、最冷酷，但也最坚不可摧的后宫铁律。正是因为这个嗷嗷待哺的男孩，曾经卑微的兰贵人，迅速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宜妃，后来更是火速晋升为大权在握的宜贵妃。她的地位在转瞬之间就狠狠越过了无数出身比她高贵得多的显赫女人，直接稳稳做到了仅次于皇后的显赫位置。但如果你天真的以为她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为这就是一个传统的母凭子贵、颐养天年的后宫爽文，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她身处的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此时此刻的紫禁城外，整个大清帝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崩溃。南边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天国大军势如破竹，已经凶狠地打下了南京。帝国半个中国的赋税重地被彻底切断了血脉，大清正规军里的8旗和绿营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北边和海上
洋人那恐怖的坚船利炮就像索命的幽灵一样，时不时就在海岸线上阴森游荡。他们蛮横的要钱要地，要开放通商口岸，所有的致命烂摊子最终都化作了每天几百件的泣血告急奏折，像漫天大雪一样疯狂飞进皇帝的御书房。咸丰皇帝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他其实内心深处很想做个力挽狂澜的中心之主，他也曾挑灯夜战勤政过，也曾手起刀落杀过贪官，但他个人的惨淡经历实在支撑不起这个摇摇欲坠、千疮百孔的庞大帝国。面对永远都还不完的巨额国债，面对永远都打不完的屈辱败仗，他那脆弱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他开始懦弱的逃避现实，他躲在奢华的圆明园里听戏消遣，疯狂喝鹿血酒，试图用极度的感官刺激来麻痹自己内心深处对亡国的深深恐惧。可是国家机器不能停，每天如山的奏折还得有人批改。军机处那些心急如焚的大臣们送来的紧急文件，总得有个皇上的朱笔批示，才能发还给各省去拼命执行。咸丰病的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又或者是他打心底里根本就不想面对那些满纸疮痍、让人绝望的战败报告，于是他转过头看向了身边那个刚满20出头、写得一手漂亮好字的年轻宜贵妃。大清朝有一块老祖宗用鲜血立下的冰冷铁牌子，上面赫然写着4个杀气腾腾的大字：后宫干政杀无赦。这是几百年来所有皇帝绝对不可触碰、触之即死的权力高压线，但在极端疲惫和满心绝望的咸丰眼里，这些死板的规矩早就顾不上了。他迫切需要一个能干的秘书，一个完全依附于他生存、没有任何外朝复杂背景，且因为有亲生儿子，所以绝对一门心思希望大清江山稳固的贴心秘书。宜贵妃就这样极其偶然地代替了咸丰皇帝，拿起了那支象征着帝国最高生杀大权的朱砂笔。一开始咸丰只是虚弱的口授，让他老老实实的代笔，他写得很慢，但也异常认真。奏折上那些错综复杂的省份地名、陌生的人名、拗口的武将头衔、繁琐的粮草调度，对他来说就像外星天书一样陌生难懂，但他有着一种极强极敏锐的政治本能。他确实不懂这些词语背后的地理知识和科学原理，但他能像猎犬一样精准地捕捉到这些词语背后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御书房里终年弥漫着让人窒息的浓重汤药味，以及名贵藏香的混合气息。在这个阴暗封闭的狭小空间里，年轻的宜贵妃悄然完成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也最致命的政治学徒生涯。她没有像西方的维多利亚女王那样去系统学习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或者晦涩的国际法，她案头整整齐齐摆着的是厚厚一摞沾满古人鲜血的《资治通鉴》。他在那些一张张报丧求援、互相弹劾的折子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外朝那些饱读诗书、满口仁义道德的王公大臣们是如何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要脸的互相倾轧、推诿扯皮的。他躲在暗处冷眼看着这一切，渐渐悟透了一个残忍的道理：统治的本质就是精准拿捏人性的致命弱点。只要搞清楚了到底谁想要钱，到底谁想要权，到底谁想要权，到底谁害怕掉脑袋，到底谁在乎身后名，就能把这群留着长胡子、自命不凡的男人们牢牢地捏在自己柔弱的手心里。咸丰咳嗽的一天比一天厉害，他清醒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宜贵妃从单纯听话的代笔慢慢变成了主动提出毒辣的建议。皇上曾国藩在前线要军饷，户部又在哭穷说没钱，不如就让他自己就地筹款，再给他个好听的名分。这就叫帝王的恩威并施。年轻的贵妃用最平静温和的语气说出了最狠辣无情的制衡之术。咸丰半眯着浑浊的眼睛，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看着自己用朱笔写下的一行行刺目红色字迹，那是能瞬间决定几千公里外数万人成败生死的帝国最高指令。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疯狂创造历史，他只是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在拼命保护自己和儿子的家业。在他的狭隘观念里，大清根本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大清就是他们爱新觉罗家的一处庞大私家大宅院。现在外面的院墙轰然倒了，有强盗来抢家里的东西，她作为这个家唯一清醒的女主人，必须帮着病入膏肓的软弱丈夫，把那些企图趁乱分家产的奴才们治得服服帖帖。
就在这间小小的压抑的御书房里，咸丰皇帝仅仅为了图一时的身体轻松，亲手为大清帝国培养了一个最可怕的政治掘墓人。他把帝国运行最核心的底层代码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了一个除了权力本能之外，对世界大事、科技发展一无所知的深宫女人。窗外的风越刮越紧，太平军的熊熊战火还没有彻底熄灭，英法联军的庞大舰队已经气势汹汹地逼近了大沽口。咸丰10年，震耳欲聋的炮声终于传到了紫禁城的高墙之外，慌乱的太监和宫女们在华丽的宫殿里绝望奔走，拼命打包着金银细软。咸丰皇帝吓破了胆，决定抛下他的首都子民，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去躲命。在逃亡的极度混乱中，25岁的懿贵妃死死抱着年幼的载淳，坐上了一辆颠簸不堪的简陋马车。她掀开厚重的车帘，回头看了一眼渐渐远去、被冲天火光映得血红的北京城。她的脸上并没有太多普通女人的仓皇失措，反倒只有一种长期在黑暗中蛰伏等待后，终于要亲自坐上权力牌桌的冰冷与坚毅。1861年深秋的华北平原，连绵不绝的阴雨把官道泡成了一滩让人作呕的烂泥。在这条从承德避暑山庄通往北京的泥泞路上，走着一支极其沉闷且庞大的诡异队伍，几百名披麻戴孝的太监和宫女拥簇着一口巨大而沉重的金丝楠木棺材，那里面冷冷躺着的是大清王朝刚刚病死撒手人寰的咸丰皇帝。队伍中间有一顶挂着刺眼白布的轿子，里面正坐着26岁的慈禧和他刚刚满5岁的年幼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而在轿子外面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昂，负责压阵的是咸丰临终前亲手指定的8位顾命大臣，领头的权臣名叫肃顺。按照肃顺那写好的完美剧本，只要一回到北京，他就要全面接管这个庞大帝国的军政大权。至于这对孤儿寡母，随便给点散碎银子，养在深宫的高高院墙里，就算对得起先皇，仁至义尽了。肃顺是个读过无数兵书、手腕强硬凶狠的权臣，他甚至在回京的路上，仅仅因为轿夫的步子稍微慢了些，就敢当着太后和小皇帝的面大声呵斥，吓得5岁的小皇帝在轿子里哇哇大哭。肃顺自以为算无一策，但他唯独致命地低估了一个年轻寡妇在生死绝境中爆发出的恐怖求生本能。在这条泥泞摇晃的官道上，慈禧没有像泼妇一样哭闹，也没有像普通的宫廷妇人那样摇尾哀求。她静静坐在昏暗的轿子里，隔着那层薄薄的布帘，像毒蛇一样冷冷地看着外面耀武扬威的顾命大臣。她的脑子里没有任何关于失去丈夫的悲伤空间，她只疯狂地盘算着一件血淋淋的事儿：怎么除掉这帮挡路的男人。他悄悄找来了咸丰生前最信任的太监安德海，借着回京城提前打理丧事的正当由头，安德海惊险地躲过了肃顺密布的眼线。他快马加鞭赶到北京，偷偷敲开了恭亲王奕欣的王府大门。奕欣是咸丰的亲生弟弟，他手里握着京城精锐的兵权，肚子里憋着满腔被排挤的愤怒怨气。一个缺兵权，一个缺名分，26岁的年轻寡妇和29岁的边缘王爷，就这样在极度凶险的政治夹缝中一拍即合，达成了生死结盟。这是一场没有任何退路的惊天豪赌。11月初1，送葬的庞大队伍刚刚回到北京，顾命8大臣连身上的朝服都没来得及脱下，一道盖着太后和皇帝大印的致命密旨就闪电般传到了九门提督的手里。8个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的重臣，甚至还没明白究竟是哪个天衣无缝的环节出了错，就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死死按倒在了冰冷的石板上。几天后，在菜市口肃杀的秋风中，不可一世的肃顺被毫不留情地砍了脑袋。另外2位亲王在宗人府里被逼着赐了自尽，一场极有可能引发大清内部血腥内战的恐怖权力真空，被一个26岁的柔弱女人仅仅用几道黄纸圣旨和几把冰冷快刀，就干脆利落的完美缝合了。她紧紧牵着儿子的手，一步步踏上威严的金銮殿，在那张宽大的龙椅后面拉起了一道刺眼的黄色丝绸帘子。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当慈禧第一次透过那道半透明的黄色丝绸看向大殿下方黑压压跪着的一大片满朝文武时，她感受到的并不是大权在握的狂喜与快感，而是直逼骨髓的彻骨寒意。因为她接手过来的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户部满是灰尘的账本上能动用的现银，甚至都不够发下个月京城官员微薄的俸禄。而比国库空虚更要命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被外力残忍的撕裂。此时的南方太平天国已经在南京建都整整8年了。洪秀全的农民军队彻底打垮了大清最精锐的八旗子弟，江南最富庶、最能收税的几个省份早就成了别人的地盘。朝堂上那些留着长胡子、饱读四书五经的满族王公们，除了干瞪眼、束手无策，他们遇到麻烦只会像捣蒜一样磕头，只会死板的背诵祖宗之法不可变。但在慈禧眼里，那该死的祖宗之法根本保不住他的命，也保不住他儿子的皇位。在翻阅了无数份沾着人血和泥土的求援战报后，他锐利的目光越过了那些废物满洲贵族，死死停留在一个叫曾国藩的汉人名字上。曾国藩当时正带着他自己招募的乡下农民，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湘军，在泥沼里和太平军死磕流血。大清朝有一条隐秘但绝对致命的底线，那就是绝不把兵权交给汉人。满族人当年靠骑射打下天下，防汉族将领防了足足200多年。在咸丰朝，曾国藩在前线打了胜仗，皇帝不仅不给实权，还要派几个无能的满族官员去当监军，生怕曾国藩拥兵自重，哪天调转枪头打回北京。但慈禧不懂这些所谓的正统政治正确，他只认一个最朴素的死理，谁能帮我保住这间漏雨的大屋子，不被外面的强盗拆掉，我就给谁天大的好处。面对手握重兵的汉人曾国藩，慈禧做出了一个让所有满洲权贵惊掉下巴的大胆决定。他不仅没有削权，反而把两江总督的绝对实权，连同江南几省的财权和人事权，一股脑全砸给了曾国藩。他果断撤走了所有碍事的满人监军，给曾国藩下了一道极为直白霸道的旨意：怎么打仗你说了算，缺钱缺人你自己去招，只要你把那些长毛贼剿灭，朝廷绝不亏待你。这是一种彻底超越了书本知识的顶级权谋手腕。他确实不懂现代军事战术，但他把人性的弱点看得透透的。他知道像曾国藩这样深受儒家理学熏陶的传统读书人，他们不要命，要的是千古留名，要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那种道德完满。既然你要名，那我就给你古往今来最高的名分。1864年，同治3年，曾国荃率领如狼似虎的湘军，用火药狠狠炸开了南京城的城墙，肆虐了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终于灰飞烟灭。捷报传到北京，不到30岁的慈禧大笔一挥，直接封曾国藩为1等义勇侯。这是大清开国以来文臣做将领封侯的破天荒第一人。拿着这份沉甸甸的圣旨，远在江南的曾国藩泪流满面，朝着北京的方向长跪不起，磕头谢恩。但慈禧这只老狐狸绝不会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一个汉人身上。他给曾国藩极高荣誉的同时，早就悄悄开始布局下一盘凶险的大棋。他注意到曾国藩有个极其聪明的学生，名叫李鸿章。李鸿章组建了淮军，战斗力极其彪悍。慈禧立刻把李鸿章火速提拔起来，让他去当江苏巡抚。紧接着他又看中了另一个脾气古怪，连曾国藩都敢指着鼻子骂的硬骨头左宗棠，让他去当闽浙总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3个晚清最顶级的汉人天才，就这样被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宫太后安排的明明白白。他用曾国藩的稳重去压住阵脚，用李鸿章的圆滑去办洋务买枪炮，用左宗棠的刚烈去收复万里之外的新疆。他让他们在朝堂上互相牵制，互相拼命竞争，谁都离不开太后的支持，谁也不敢一家独大。这是一种极其荒诞却又无比真实的政治景观。慈禧连地球仪都没怎么仔细看过，她甚至弄不清楚英国和法国在地图上的具体位置。他看到李鸿章花重金买回来的西方蒸汽火车，竟然觉得火车头的巨大汽笛声会破坏皇陵的风水，非要让人用几匹马拉着沉重的火车厢在铁轨上滑稽地跑。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认知几乎为零，但他用《资治通鉴》里最古老阴毒的帝王心术，把那些懂外语、懂制造、懂洋务的千古人杰牢牢拴在了大清这辆千疮百孔的马车上。在他的操盘下，大清帝国竟然奇迹般的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回来。江南的赋税重新源源不断运往京城，造船厂的烟囱冒出了粗壮的黑烟，北洋水师的铁甲舰也在海面上拉响了震天的汽笛。
后世的史学家将这段短暂回光返照的岁月称为同治中兴。30多岁的慈禧端坐在那道黄色的丝绸帘子后，听着太监们喜笑颜开报上来的各地祥瑞，他或许真的以为自己凭着一己之力把塌下来的天给补上了。他并不知道，自己只是用最精湛的古代木匠手艺，在即将彻底坍塌的老木屋外面，自欺欺人地糊上了一层光鲜亮丽的现代墙纸。时间在紫禁城高高的红墙里总是流逝的让人难以察觉，可是当你抬起头看到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又落了一地凄凉的黄叶时，才会猛然惊醒。原来几十年就这么流水般过去了。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当年那个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抱着5岁幼子满眼杀气的26岁寡妇，如今也已经熬成了一个年过半百、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同治皇帝19岁那年死于可怕的天花，他强忍着丧子之痛，从醇亲王府里强行抱来了一个4岁的侄子，过继给咸丰，扶上了冷冰冰的龙椅。这个无辜的孩子就是光绪，现在光绪也长大了。公元1889年，光绪皇帝18岁了，紫禁城里张灯结彩，举办了盛大无比的大婚典礼。按照大清朝死板的祖宗家法，皇帝一旦大婚，就意味着成年了，太后就必须撤帘归正，把手里的朱砂笔和玉玺原原本本的交还给坐在龙椅上的那个年轻人。对于天下任何一个普通的母亲来说，儿子成家立业，老母亲退居二线，享享清福，是一件值得宽慰的大好事。但在残酷的权力巅峰，退让往往就等同于死亡。慈禧在这个最高的位置上坐了快30年，30年来，她每天雷打不动，5点起床，听取军机大臣的紧张汇报，批阅成百上千份，决定各省官员前途甚至生死的重头奏折。权力早就成了他呼吸的空气，一旦离开那道黄色的丝绸帘子，他就不再是那个言出法随、高高在上的大清主宰，而只是一个深宫里没人搭理、孤独无助的老太太。在残忍的皇家政治里，一个没有实权的太后，随时可能被新皇帝身边的人边缘化，甚至遭到秋后算账。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深恐惧和不安。他必须向全天下，也向光绪皇帝证明，即便我交出了名义上的皇权，我依然是这个帝国绝对的真正主人。他需要一个巨大的、肉眼可见的物理空间，来安放他那无处停泊的脆弱安全感，以及彰显他至高无上的尊严。他的目光越过紫禁城拥挤的屋顶，投向了京城西北郊。那里有一大片凄凉的废墟，是当年被英法联军一把大火烧毁的清漪园。慈禧指着那片长满荒草的湖水说，我要在那里重修一座气派的园子，作为我撤帘归正后颐养天年的地方。这座新园子被赐名为颐和园。修园子需要钱，需要海量的白银，可是户部的库房里连官员的微薄俸禄都发得紧巴巴的，哪里拿得出几百万两银子去挖湖堆山？这时候，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也就是醇亲王奕栓，当时正好掌管着国家最新设立的关键军事机构海军衙门。这位老王爷一辈子活在慈禧的阴影和猜忌下，战战兢兢。为了讨好慈禧，向太后表忠心，也为了让自己的亲生儿子能顺利接班，醇亲王想出了一个绝妙也极度无耻的办法，以海军衙门的正当名义，向全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们强行化缘，筹集所谓的海军建设捐款。名义上这笔巨款是用来买先进军舰建炮台的，但实际上装满白银的箱子在海军衙门的账本上转了一圈，直接运进了颐和园喧闹的施工现场，变成了昆明湖畔精美的雕梁画栋，变成了万寿山上华丽的琉璃瓦。这并不是说慈禧有意要存心毁掉大清的国防，在她的认知系统里，她根本理解不了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财政，什么是关乎生死的海防战略。她读的是古代的《资治通鉴》，学的是历代先皇阴险的驭人之术。在她的脑子里，大清国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是他们爱新觉罗家的一份祖传私人家业，也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四合院北洋水师的铁甲舰。说到底就是大宅院门前看家护院的家丁和土狗。现在家里的老祖母要过60大寿了，想修一间体面的正房用来养老，难道为了给门外的家丁买几把新火枪，就让老祖母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吗？如果老祖母连个体面的园子都没有，那这个大宅院的面子往哪儿搁？在这套极度自私又逻辑自洽的古典家族思维下，颐和园的浩大工程搞得热火朝天。而在几百公里外的威海卫军港里，
大清的家丁们正面临着灭顶之灾。李鸿章看着手里那份被朝廷无情驳回的奏折，长长的叹了一口老气。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2艘铁甲舰，虽然个头大，但已经服役了好几年，锅炉严重老化，航速大幅下降。更要命的是，船上的火炮还是旧式的慢射炮。李鸿章早就打听清楚了。对面的日本正在疯狂购买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最新式速射炮，他几次泣血上书，请求海军衙门拨款，哪怕只买几门新炮，换上也能稳住阵脚，批复只有冷冰冰的几个字：库款齐处，毋庸在意。没钱，钱去哪儿了呢？钱变成了颐和园昆明湖里那艘巨大的大理石石舫。那艘石头做的大船雕刻得无比精美，永远停泊在平静的水面上，既不会沉没，但也永远开不到海上去抵御外敌。时间来到了公元1894年，这是慈禧太后60岁的甲子大寿。在中国人的传统里，60岁是一个大轮回，是天大的日子。为了这场奢华的寿典，从紫禁城神武门一路到颐和园，几十里的道路两旁全都要用昂贵的彩绸搭建起华丽的戏台和牌楼。而在同一片天空下的东亚海域，隔壁的日本明治天皇正在带头吃着一天只有1顿的粗糙糙米饭。他把自己皇室的内喝全部掏空捐了出来，甚至残忍扣减了文武百官的薪水，用整个国家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钱去英国造船厂里买下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2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同一个命运的时间节点上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致命选择。一个为了个人的尊贵体面，把国家的骨髓熬成了供奉在案头的毒药；另一个为了国家的生存空间，把自己逼成了一头饥饿贪婪的野狼。历史的无情审判来得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快，也要惨烈得多。1894年夏天，就在慈禧的万寿庆典准备进入最高潮的时候，黄海海面上炮声隆隆，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没有新式速射炮，连炮弹里都掺着沙子和泥土的北洋水师，在血腥海战中被打得千疮百孔。那些曾经被大清视为无上骄傲的铁甲舰，一艘接一艘地沉入冰冷刺骨的海水，或者在威海威的港口里无奈地挂起了屈辱的白旗。李鸿章苦心经营了20年的洋务运动，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坚船利炮，在短短几个月内彻底灰飞烟灭，败局已定。已经70多岁的李鸿章拖着病弱不堪的身体，替整个大清帝国背上了最沉重的黑锅。他坐着轮船去了日本的马关，在谈判桌上被日本的极端刺客一枪打在了左脸颊上，子弹死死留在骨头里。他捂着满是鲜血的脸，替坐在北京城里的那个女人签下了那份割让台湾、赔偿白银2亿两的屈辱马关条约。而此时的北京城里，气氛却诡异得让人窒息。因为前线大败，慈禧被迫下令取消了沿途铺张的彩绸和牌楼，但他本人依然如期搬进了修葺新的华丽颐和园。园子建得真漂亮啊！万寿山上的佛香阁高耸入云，长廊上的彩绘色彩斑斓，昆明湖的水面倒映着北京初冬惨白的阳光。慈禧坐在一顶华丽的软轿里，被太监们稳稳抬进了颐和园里最大的一座建筑——德和园大戏楼。这座戏楼有整整3层高，底层地板下甚至挖了深井，用来制造水浪翻滚的逼真音效，还有精密的绞车，能让戏里的神仙从天而降。这是当时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最豪华的私人剧院。台上的戏子穿着光鲜亮丽的戏服，正声嘶力竭地唱着一出名叫《龙凤呈祥》的喜庆京剧，锣鼓喧天，唢呐齐鸣，热闹非凡，声音大得刚好可以把黄海海面上军舰沉没的爆炸声，把李鸿章在日本签下卖国条约的痛苦叹息声严严实实地挡在颐和园高高的宫墙之外。慈禧惬意地靠在铺着明黄缎子的罗汉床上，手里端着一个精致的景泰蓝手炉。他看着台上翻滚的武声，眼神深邃而空洞。他终于有了一个绝对安全、绝对体面的养老之地。在这个巨大的物理空间里，所有人依然要对他3跪9叩，光绪皇帝依然要每天清晨站在寒风中请安，他依然是这个大宅院里说一不二的老祖母。他打赢了这场权力交接的保卫战，勉强维持住了他中年的最后一点成就与体面，只是他不知道，或者他也根本不愿意去想。这座刚刚盖好的豪华养老院底下的地基已经被彻底挖空了，他坐在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巅，身边围满了磕头的奴才。
却成了一个把整个国家都推向深渊后，独自留在华丽废墟上的最孤独的守门人。人到了晚年，通常会变得温和，或者至少学会妥协退让。但对于一个习惯了掌控一切生杀大权的统治者来说，衰老往往带来的是更深层、更偏执的恐惧。甲午战争的惨败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把大清国残存的最后一点尊严打得粉碎。颐和园里的戏台上还在唱着才子佳人，但紫禁城里的政治气氛已经彻底变了。一直被死死压抑在太后阴影下的光绪皇帝，此时已经是个20多岁的成年男人了。他看着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整夜的睡不着觉。他不想当亡国之君，他迫切的想要变法自强，想要向西方学习，把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重新拼凑起来。光绪找来了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些满腔热血的南方维新派开始大刀阔斧地颁布改革诏书。一开始坐在颐和园里的慈禧是冷眼默许的，大清国确实病得太重了。他也想看看这些年轻人能不能开出一副救命的好药，但很快事情的走向偏离了他的绝对掌控预期。光绪皇帝的诏书下得太快太猛，今天裁撤几个衙门，明天废除几项旧规矩。那些在朝堂上混了一辈子的满清权贵们，每天哭天抹泪的跑到颐和园，跪在慈禧面前诉苦说，小皇帝要断了祖宗的根基。更要命的是，维新派的书生们天真的认为，只要手里有皇帝的意志圣旨，就能改变一切。当他们发现太后依然是最大的阻力时，竟然暗中联络手里有兵的新军将领袁世凯，企图派兵包围颐和园，强迫慈禧交权。这直接触碰了慈禧绝对不能容忍的生死底线。在她的私人字典里，国家的体制可以改，祖宗的规矩也可以变，但唯独她个人的绝对权利，任何人不许碰，谁碰谁就必须死。公元1898年深秋，慈禧突然从颐和园雷霆起驾，带着大批带刀侍卫杀回紫禁城。他一脚冲进光绪皇帝的寝宫，指着那个已经在龙椅上坐了20多年的儿子，骂出了一句极其刻薄的话：痴儿，没有我哪有你的今天。轰轰烈烈的变法仅仅维持了103天，就宣告凄惨夭折。光绪皇帝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幽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那是一座三面环水的凄凉孤岛。到了冬天，湖水结冰，刺骨的北风顺着窗缝灌进屋子里。大清国的皇帝就在这间连炭火都不够的冷宫里，裹着破旧的棉袍，日复一日地看着结冰的湖面发呆。而在宫墙之外的菜市口，谭嗣同等6位维新志士的热血染红了刑场的泥土。这就是慈禧残忍的处事逻辑。为了保住自己手里的那根权杖，她可以毫不犹豫地折断整个帝国刚刚萌生的一点点微弱希望。但这起流血的政变引发了洋人的强烈不满，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公开同情光绪皇帝，拒绝承认慈禧后来立的所谓大阿哥。这种外交上的强硬抗议，让慈禧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偏执和恐慌之中。她每天都在神经质地怀疑洋人是不是要派兵打进北京，把光绪从瀛台放出来，然后逼着他去死。就在这种极度紧绷的神经下，历史走向了最荒诞的一幕。时间来到了19蔡微年，华北平原上突然涌现出了成千上万头扎红巾、手持大刀长矛的疯狂农民，他们管自己叫义和团，宣称只要喝了符水、念了咒语，就能刀枪不入，连洋人的洋枪子弹都能弹开。朝堂上的王公大臣们为了迎合慈禧对洋人的刻骨仇恨，竟然把这些处于极度饥饿和愚昧中的农民包装成了拯救大清的神兵天将。而最致命的一击来自一个叫载漪的满清亲王，他为了让自己儿子早日当上皇帝，决定彻底激怒慈禧，借他的手去杀洋人。他竟然伪造了一份洋人的强硬外交照会，连夜送到了慈禧的案头。照会上列了4条要求，前3条是要大清出钱出地。慈禧看着只是愤怒地皱了皱眉头，但这伪造的最后1条像一道闪电，直接劈中了他的死穴，勒令太后立刻归正给光绪皇帝。归正这2个字彻底点燃了这个老夫人内心深处最原始的疯狂火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签过卖国条约，割让过大片的肥沃土地，赔过几亿两的白银。对他来说，那些只是爱新觉罗家大宅院外面的几亩薄田，丢了也就丢了。但现在这帮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竟然要冲进他的主屋，把他从太师椅上粗暴地拽下来，让他交出钥匙下岗。对于一个把权力视为生命全部的女人来说，夺他的权就是要他的命。
第二天清晨的御前会议上，70岁的慈禧太后罕见的失控了。她披散着头发，拍着桌子嚎啕大哭，指着满朝文武声嘶力竭地喊道：“他们要钱要地我都忍了，现在他们居然想要欺负到我头上来要我的老命！既然如此，不如大家一起死！”他做出了一个让全人类军事史都觉得匪夷所思的决定。公元1938年6月21日，大清帝国正式向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大日本帝国等11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同时宣战。这不仅是冷兵器时代的最后一次悲壮冲锋，更是古典权谋在现代文明面前的最后一次无赖撒泼。他下令将数以万计的义和团全民放入北京城，这些深信符咒的底层农民赤裸着上身，举着生锈的大刀，像潮水一样冲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而在他们的对面是架在沙袋后面的马克沁重机枪，枪声一响，血肉横飞，所谓的刀枪不入，在现代工业锻造的子弹面前成了最残忍的笑话。义和团的尸体在使馆区外堆积如山，而清朝的正规军在后面胡乱地放着炮。这根本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一个失去了理智的深宫老妇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宝座，拉着整个国家进行的集体自杀。2个月后，八国联军的炮声在朝阳门外响起，北京城破了。19才成年8月15日的清晨，紫禁城里乱作一团，炮弹落在宫墙外的沉闷声响终于震碎了慈禧最后的一点幻想。她没有时间去收拾那些金银珠宝了，她慌乱地扯下了头上华丽的剪子，让宫女剪掉了她留了几十年象征着至高尊严的修长指甲。她换上了一件普通汉族老百姓穿的蓝布粗衣，把头发挽成一个最不起眼的抓髻。即使在逃跑的极度恐慌中，他依然没有忘记展示自己的冷酷本色。在经过景祺阁的时候，光绪皇帝最宠爱的珍妃哭着恳求让皇帝留在北京和洋人谈判，慈禧停下脚步，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吩咐身边的太监把他直接扔进井里。伴随着珍妃绝望的惨叫声和落水声，慈禧带着同样换上粗布衣裳的光绪皇帝从神武门仓皇出逃。逃亡的头几天是真正的地狱，沿途的州县官员早就跑光了，驿站里空无一人。这位大清帝国的主宰几十年没有感受过饥饿的滋味，现在却饿得在骡车里胃部痉挛。在路过一个叫冠市的小村庄时，随行的太监终于从一个逃难的农民手里讨来了一块冰冷坚硬的高粱面馍馍。慈禧双手捧着这块粗糙的干粮，用力地咬了一口，没有御膳房的精致高汤，没有摆满长桌的满汉全席，粗糙的粮食刮擦着他的喉咙，他艰难地咽了下去。他坐在一片泥泞的庄稼地旁，回过头望着来时的方向，地平线的尽头，北京城的上空正升腾起巨大的黑色浓烟。他嚼着嘴里那口难以下咽的高粱面，冰冷的秋雨顺着他的脸颊流进脖子里。在那一刻，这个大清国最精明的裱糊匠终于清楚地感受到，他死死抱住的那张古老牌桌已经被彻底掀翻了。公元1918年的初冬，北京城冷得格外的早。73岁的慈禧躺在宽大的雕花拔布床上，大清帝国的这根主心骨终于到了快要朽烂的时刻。他的呼吸变得十分微弱，那双曾经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让满朝文武连磕响头的眼睛，如今深深地凹陷了下去。但在他彻底闭上眼睛之前，他还要办完生命中最后一件也是最冷酷的一件事儿。11月14日傍晚，距离宜銮殿不远的瀛台传来丧音，38岁的光绪皇帝突然驾崩了。在这个极度敏感的时间点，年轻的皇帝刚好死在年迈的太后前面一天。太医的脉案上写着各种复杂的病症，但历史的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对于慈禧来说，她绝不能容忍那个被自己囚禁了10年的儿子活得比自己长。她太清楚权力的报复会有多可怕，一旦她咽了气，光绪重掌大权，不仅会翻变法的案，甚至可能把他的牌位扔出太庙。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在精准地执行着他那套残酷的零和博弈。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替大清国扫除了他认为的政治隐患。紧接着，他做出了人生中最后一次人事任命。他下令把醇亲王府里那个还在吃奶的年仅3岁的溥仪抱进宫来继承皇位。当那个3岁的孩子在陌生而宏大的宫殿里被吓得哇哇大哭时，躺在病榻上的慈禧仿佛看到了47年前的自己。那一年，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秋风里，26岁的她也是这样牵着5岁的载淳。
面对着一个摇摇欲坠的庞大帝国，47年过去了，大清国在这个女人的手里转了一个漫长而惨烈的圈，最终又回到了一对孤儿寡母主少国疑的起点。只是这一次，大清的国运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11月15日的下午，慈禧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军机大臣们跪在床前，等待着这位统治了中国半个世纪的老佛爷留下最后的遗训。他微微张开嘴，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留下了他这一生中最具悖论也最荒诞的一句话：此后女人不可欲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交代完这句话，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是一个极其冷静又充满讽刺的结尾。他亲手撕毁了大清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却在临死前亲手把这扇门死死地焊上。在他的心里，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打破了规矩，他只认为自己是那个绝无仅有的例外。他觉得自己苦苦支撑了一辈子，现在他累了，要把这个家还给男人们了。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长镜头从这间昏暗的怡鸾殿推出去，推得再高一点，再远一点，越过紫禁城的黄瓦，越过晚清满目疮痍的大地，或许我们能看到一个更为复杂的人性底色。后人总喜欢把它刻画成一个青面獠牙的误国妖后，但历史的真实往往比小说更让人无奈。如果我们放下后世的全知视角，去看看那个在漫天风雨中接手了一座破产危房的单亲母亲，你会在荒诞中看到一种极其强悍的求生本能。为了不让房子塌下来砸死自己和儿子，他展现出了人类顶级的政治手腕。他用最古老的权谋，把那些千古人杰死死地绑在战车上，硬生生给大清续了半个世纪的命。他不是不努力，他甚至比历代许多平庸的男皇帝都要勤勉和果决。但他的悲剧也是大清的悲剧，在于他试图用破布和旧泥巴去堵住一场现代文明的飓风。他没见过世界，不懂得科学，他的脑子里装不下国家主权的概念，只有家族基业的执念。当汹涌的时代洪流没过甲板时，他只能死死地抱住那根名为绝对权力的桅杆，宁可闭着眼睛和这艘破船一起沉入海底，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去碰一下方向盘。今晚我们在这个安静的时刻回望慈禧，不是为了去评判她的功过，也不是去谩骂她的愚昧，我们读懂她，是为了看清人性的局限。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往往不是不够聪明，也不是不够拼命，而是你的认知边界配不上你所处的位置。历史的车辙里从来不缺拼尽全力的普通人，只是时代的风暴有时超出了他们能理解的极限，放下对完美的执念，去理解历史中每一个在局限里挣扎，在恐惧中抓取，最终又归于尘土的灵魂。也许这就是我们在面对自己人生的无力感时能获得的最好安抚。所有的功过得失最终都会被时间掩埋，只留下风吹过古老宫墙的叹息。愿你在这些遥远的回响中找到内心的平静。晚安。